嗨，朋友你好，这是我的第一期节目。在我的频道里边，我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我现在正在研究和探索的问题。就比如说，最近我正在设计和制造一辆房车。在西方世界的认知当中，最早的房车是来自于公元1世纪的罗马帝国，它被称为卡卢卡卧铺。卡卢卡卧铺是一种加大尺寸的马车，它为长途旅行者提供了基本的床铺设施。如果说一辆马车它仅仅是能够在上边睡觉的话，那它一点都不奇怪，对吧？但是呢，这辆卡卢卡卧铺它最值得称道的事情是，它乘坐的轿厢是利用绳索和牛皮等等的柔性连接部件悬挂在车架上的，也就是说，车辆底盘和轮子所受到的冲击，它并不会直接传递到车厢里边，这样呢就可以大幅度的减轻路途中的颠簸。当然了，西方世界他们可能不知道的是，在罗马的卡卢卡卧铺出现前的300年，中国的秦朝就出现了一种规模更大，并且还加装了空调的房车。秦始皇在东巡时候所乘坐的座驾叫做温良车，它拥有双层的可推拉设计的车窗，外边的一层车窗的窗板上遍布着微小的孔洞。当外部的风经过这些小孔吹进来的时候，它的压强增大。根据焦耳汤姆逊效应，这些高压的气体经过这个小孔之后，那么它的压强会急速的下降。像这样一高一低的压力变化，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吹进来的风它变凉了，车内的温度呢就会比环境温度更加低。这个呢就是几千年前空调的黑科技。如果大家不相信的话，可以做这么一个实验，您可以用你的嘴对着你的手来喝气，像这样，你是不是感觉手心是热的？但是呢，你在喝气的同时，您可以试着把嘴撅起来，变成吹气，像这样，你的手心一定会感觉到清凉。这个呢，就是压强改变温度的原理。秦始皇在东巡的途中驾崩，赵高瞒天过海，隐瞒嬴政驾崩的消息。但是不巧的是呢，当时正好遇到酷热夏季。哪怕秦始皇的温良车拥有这样的空调高科技，但是呢，它也无法压住尸体腐烂的味道。于是呢，赵高下令弄一车鲍鱼过来，用鲍鱼的臭味来掩盖秦始皇尸体腐烂的味道。皇帝说他最近胃口大开，急思鲍鱼，望胡亥快快办来。诺。最终将秦皇的尸体运回了咸阳。赵高和李斯呢，利用矫诏谋害公子扶苏，篡改了秦皇的遗诏，拥立胡亥为主。胡亥篡权，登基为帝，成为秦二世。大家想一想，赵高他之所以可以瞒天过海，就是因为这辆房车够大。因为赵高谎称秦始皇吃喝拉撒都在车上，因为身体不舒服，所以呢不想见大臣。一切奏折都由赵高来传递，这才得以一路隐瞒下来。大家想一想，如果是普通的马车或者是坐轿子的话，吃饭拉屎是不是得下车？那是不是早就露馅了？所以就说啊，房车它改变了历史。好，前面呢跟大家介绍了我们世界上最古老的房车，一个呢是来自罗马的卡卢卡卧铺，另外一个呢是来自于秦朝的温良车。至于说最古老的房车起源于哪个国家呢？咱们现在暂无定论。但是呢，现代房车最古老的始祖，那么无可争议的是来自于吉普赛人的大篷车。吉普赛人起源于印度，他们从11世纪迁徙到了波斯，14世纪的时候，他们从波斯进入到欧洲的东南部，15世纪呢进入到欧洲的西部，直到今天，他们呢遍布了整个欧洲。到今天，全世界范围内有1400万的吉普赛人。其中欧洲呢占了绝大部分，有1000万人。在这漫长的1000年里边，吉普赛人因为他的长相和他的文化的不同，而被欧洲人视为异类而被排斥。所以呢，他们这个民族也和以色列人一样居无定所，不断的流浪。大篷车也就成为了他们的代名词。随着大篷车的生活方式成为吉普赛人的主流，那么对于大篷车内外的精致装修也变成了吉普赛人彰显自己身份的一种象征。吉普赛人称自己为罗姆人，他们是一个神奇的民族，他们驾着大篷车四处流浪，并且呢能歌善舞，一路以卖艺为生。
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也以占卜为生，所以呢带有一定的神秘色彩。水晶球和塔罗牌也是他们谋生的一种工具。吉普赛人的大篷车被他们称为瓦尔多。当一个瓦尔多的主人去世的时候，那么他们的瓦尔多往往也会被烧掉。它的含义呢，和中国人葬礼时烧掉主人生前的物品，也就是带去阴间继续享用，同样的意思。说到吉普赛人精致装修的大篷车，相信朋友们很快就会想到印度北部以及巴基斯坦的手绘卡车。吉普赛人就是起源于这些地区。在巴基斯坦流传着这么一句开玩笑的话：巴基斯坦的卡车司机宁可花更多的时间去布置他们的卡车，也不会花很多时间去陪他的妻子。这是因为车主们会花费几千到上万美元的价格去装修他们的卡车，更有甚者，这个装修的费用比卡车的价值还要高。在他们看来这些都是身份的象征，挣不挣钱无所谓，要的就是这个牌面。说起来，这个传统它起源于古代，在古时候，当地的贵族们出行的时候会使用这些精致装修的车厢，于是呢，民间也就纷纷效仿。到了近代之后，随着油漆和彩绘材料的丰富，装修的成本进一步的降低，于是呢，这些过饱和的色彩的卡车手绘也就愈加的夸张。这些卡车从上到下都画满了色彩缤纷的鸟儿、花卉、风景，外部装饰着塑料花、彩色的珠子、很多镜子以及丝带和天鹅绒。它们还有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在卡车底部的周围环绕着一排金属铃铛。当卡车在运动的时候，清脆的铃铛声会响起来，这也就是人们称呼它们为叮当车的由来。时间来到1800年，这个时间呢是中国的乾隆皇帝驾崩后的第1年，也就是嘉庆皇帝刚继位的时候。这个时候呢，还在汽车出现以前的马车时代。欧洲出现了一种马戏团大篷车，他们拖着动物在欧洲四处巡游赚钱。马戏团拥有非常大的马车，甚至呢连猛兽的笼子都把它架在了车轮之上，成为了移动的动物园。马戏团的老板自然呢也就住在了大篷车上。19世纪，法国在拿破仑的领导之下进行了一系列的战争。我们纵观整个人类的历史，我们的所有科技的发展都是被战争快速推动的。在法国南征北战当中，有一项重要的发明——救护车。当然了，这个救护车呢也是马拉的救护车。这样的马拉救护车由于避免了伤员承受太多痛苦的需要，所以呢采用了柔软的悬挂装置，以减轻颠簸，还有轻质结构的车架以及非常平坦的地板，以此呢增加了机动性，也方便伤员和尸体的搬运。后来人们发现这些马车的救护车非常适合长途旅行使用，于是呢这些特征被后来延续到了美国现代房车的设计当中。从1850年开始，欧洲的一些猎人还有很多富人们开始用改装的马车、救护车以及吉普赛大篷车，开始呢在大西洋的两岸进行狩猎和钓鱼、露营等等的活动。他们呢开创了房车旅行的先河。与此同时，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发现了大量的黄金储量，美国的西部淘金热开始了。到西部去成为了美国人追求财富、土地以及自由的新契机。那么房车的大发展时代即将在美国来临。1896年，李鸿章访美，当他从纽约港走下船的时候，他为眼前所看到的钢筋水泥的摩天大楼丛林而感到震惊。帕特里克·亨利说过这样一句话，他代表了所有美国人心里边对于自由的渴望。他说：“给我自由，或者给我死亡。”小酒馆这个名字经常出现在各种电脑游戏里边，在里边呢，你可以吃饭、住宿、购买武器、典当物品，还可以雇佣军队。